OK， 我明天就上这部片，然后标题 take T1 咯，厚不厚啊？让我当反泡泡大将军啊！鱼丸 T1 那个会员订阅的 APP 如何？哦，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 T1 即将开通一个叫泡泡的服务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说明，给没有追星的朋友科普一下，泡泡是偶像们常会开通的粉丝服务，简单来说就是粉丝付费跟艺人聊天，从粉丝这边来看会是艺人1对1的聊天室，从艺人那边来看会是一个群聊的空间，艺人可以在上面发言或者是针对有兴趣的粉丝回复。我自己啦，今天打开了一下脆，上面很多 T1 粉嘛，全部都在骂这个啊。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啦， T1 的选手好不容易在这个压线的时候打进世界赛，我好像还有看到一个消息 ，T1 将在21号的时候吧，还是24号？看一下 ，T1 将在9月22号飞去香港参加线下的见面会。然后呢，22号的时候啦，入围赛已经准备开打了嘛，很多队已经到那边先练习了，已经开始团练了。可是 T1 这个时候还没到，然后过几天之后才会到，然后到了又要调时差，然后再团练，再调整状态，最后比赛。你们要想一下哦 ，T1 现在还是很不适应版本的情况哦。如果他们不早一点去摸版本，我是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啦。那现在 T1 就是一个状态很差，休息时间又偏少的情况下，你不给他时间练习，反而是搞这个泡泡。我跟大家备注一下，这个粉丝见面会是5月多就宣布了，所以 T1 不管怎么样都是会去香港的。那其实我对于这个香港的见面活动，我没有太大的见解，因为 T1 毕竟就是一个很吃粉丝消费的这个战队嘛。那 T1 也很擅长营运这些，我觉得也 OK， 毕竟有赚钱才有办法再留住 Faker 嘛。T1 的选手薪水都挺高的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。但泡泡这个东西很微妙，就你可能会说啦，那选手不要回这个粉丝讯息，不要回泡泡不就好了？但是呢，我看了一下留言啊，泡泡这个东西是要钱的，就如果你要加入进去的话，是要订阅一笔钱然后进去的，1个月170，好，感谢你补充。那这种情况呢，如果选手不在上面回复，你们想一下那些花钱的人是什么想法？可能就觉得啊，你又练财啊，怎么样的，对吧？但是回的很多，你又影响选手的时间嘛，所以我觉得用这个东西就有点吃力不讨好了。那当然，我觉得如果是世界赛已经结束了，或者是他们没有打进世界赛的话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对，毕竟是有时间的嘛。如果是真的 T1 粉为了选手好，根本不应该去买泡泡。我觉得你这样讲对的也不算对，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想要支持 T1， 他也不指望选手会回。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 T1 的营运团队啦，我们就不要去情绪勒索人说啊，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泡泡？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就是抱着一个支持的心态才加进去的，不一定说真的要回。搞这个泡泡是因为 T1 高层觉得今年不会进世界赛吗？我不会这么想啦。但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。LOL 有2种粉丝，一种是比赛，一种是追星的。对，那 T1 的追星又特别多，应该说把 LCK 当做偶像在看待的特别多，可以搞一个被所有粉丝骂爆的决策也是很厉害。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搞清楚一个重点啦 ，T1 是电竞战队，它不是偶像，所以它的本质上呢，还是要顾好它的比赛，还有它的成绩。那重点是摆在选手身上，而不是营运上面，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哦，不是说不能做，而是什么时候做。我现在打开脆，一定是一堆在骂的。来，我现在打开，你们可能说我讲的不准，确实，我又不用泡泡的，我也不了解泡泡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粉丝们的心声啊。泡泡目前利大于弊，唯一觉得有利的只剩 BDD 了吧，不用要到电话号码也能跟 Faker 聊天。电竞选手开通泡泡真的是世界上最北七的事，吃个饭还真的有人支持泡泡的。他们是选手，是电影竞技的选手，他们不是 K-pop 偶像，同样都是南韩，但工作性质是完全不同的。他们需要成绩出来证明，世人才会相信他们，完全正确啊。那子1547这个人是真的 T1 铁粉，泡泡是什么？大家很多人都解释了，加上只开2个月，从9月底到11月18，他们合约结束前。靠北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！因为 T1 今年除了 Faker 都 FA 嘛，所以他想要趁现在搞一波吗？难怪不在世界赛结束后开，靠腰一切都合理了。有一种把选手价值利用到最后的感觉，所以让粉丝更生气。卖团魂或者是卖 ZOFGK， 大家一直都很买单，也希望这个组合能够长久。但选手已经一副那么累、身心压力这么大的样子，世界赛好不容易爬进去了，现在公司还要他们承受这些额外有的压力风险，让全世界不同语言的粉丝们都很生气。这是我讲到这个东西啦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T1
赛后啊获胜的时候的那个画面。我印象中以前古马游戏看起来都是很一般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肢体，然后 Faker 跟 Keria 的笑容都蛮多的，但是你们最近去看会发现 Faker 跟 Keria 基本上啦都笑得很僵，然后看起来一脸就很累，尤其是石油杯结束之后，我不知道姑妈是不是因为很贴心还是什么原因啊，但姑妈真的做的比以前更多的这个肢体动作，把那个镜头给吸过去，我自己觉得蛮厉害的啊，在这种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，还能在赛后的时候做出面对粉丝观众的表演，是真的蛮厉害。开泡泡是要让选手压力多大啊？姑妈场上场下都在坑，这个我完全不认同哎。算了啦，反正也是一个追随来钓鱼的哦，都在扛是不是？哦，抱歉，我看错了。我每次看到这种，我都下意识觉得来钓鱼的。我对不起你，老哥，我念你的名字，黑黑詹。我眼瞎了。烦呢，我真的很喜欢 T1 这间公司，因为它承接着20年来无数英雄电竞的梦想，也是带动电竞产业发展很重要的一间公司。对曾经待过队伍、退役的选手待遇也很好，基本上只要愿意，都会有直播组的工作。今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下泡泡这个决定，粉丝不是不愿意花钱，而是这个泡泡真的跟周边性质不一样。看到公司要开 T1 的泡泡，真的有点无言。他们不是偶像男团呢，希望公司可以撤销这项活动。我目前好像还没看到支持泡泡的，还好我同温成购后，目前还没看到有人说要买泡泡的。OK， 我明天就上这部片，然后标题 take T1 咯，厚不厚啊？让我当反泡泡大将军啊！记得上韩文字幕，好，到时候用 AI 把中文侦测成韩文，一并发上去。对于 T1 那个泡泡的看法，对选手来说不会改变什么。我相信放在其他赛区也会出现一些狗屁事情，但毕竟这是 LCK， 一个选手普遍职业道德意识都比较高的赛区，休息时间把它当抒发吗？我相信看到一些鼓励的讯息还是有帮助的。被讯息骂吗？也不缺这个软体代劳，本来就会粉丝互动的就会用，不会的最多也是应付而已。至于说会不会真的有人在上面花太多时间，那我只能说他早就花更多时间在不是 LOL 的上面了。其实就跟你订阅实况组一样，一个月开3天跟30天一样，都是花80块。尤其你可见他们绝对不会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，高几率你就是买了个寂寞。讲真的，你卖出这个产品，如果你一开始就想要让粉丝们预设这个东西会买的一个寂寞，我觉得啦，讲白了就是割韭菜，因为你卖的一个东西，它没有实际的这个效用在，它没办法让买的人得到什么，这样子就是割韭菜。就算你啦讲说可能选手不能花太多时间在上面啦，但是呢，只要低于一个频率，讲白一点，买的人就是被你割了嘛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不然为什么大家会买？我觉得出泡泡这种事情比较需要被送花圈跟卡车。这个说法其实也可以用在偶像身上，所以有的偶像也会叫粉丝不要买。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嘛，他们是电竞选手，不是偶像啦，所以其实还是有不同的。他们的重点还是在比赛上面，但是偶像本来就有一项工作是跟粉丝互动嘛。电竞选手呢，他这个东西是非常其次的。虽然说我一直强调，我觉得选手应该要有互动，跟粉丝有互动，但是呢，这个东西不会是一个很重的成分，它只是加分项，而不是必要项。可能泡泡有在选手合约里面。我觉得啦，不会有合约说什么要做什么，合约上面应该是讲说，你只要签约了，就要全力配合 T1 的商案。所以说呢，泡泡这个东西啊，选手是没有办法决定。那我目前看了一下风向啦，大家骂的人也很对，就是要去骂那个营运。第一次看到俱乐部给选手这样上压力的，平常小卡周边这些商业化、偶像化的产品，我认为是正常的，甚至很开心有这些管道可以资助喜欢的俱乐部，来改善选手的训练环境，让 T1 这些高薪的选手续约。说得好。看到有人说世界赛队服在进世界赛后马上出，吃相难看，但是我觉得能理解。其实我也觉得能理解啦。我比较好奇，泡泡这种东西跟选手沟通过吗？我简单问你啦，他有必要沟通吗？合约上面就说要全力配合啦，他何必沟通呢？就像是你的上司会跟你沟通什么吗？让你做就好啦。确实在世界赛前搞这出有点不太好，但泡泡占用选手的休息时间应该是不太可能的，公司也不会脑残到规定选手一定要回。对。这个点就跟我刚刚前面讲的一样嘛，如果你规范说不一定要回，那选手也真的都不上去回，那就纯的是割韭菜啊。那你自己小编上去回几句，这样算回吗？根本就不算啊。而且我觉得选手应该也会觉得说啊，大家都特别订阅了，是为了我而订阅的，所以还是想要花点时间跟他们讲话。感觉以姑妈的个性啊，就一定还是会上去回。姑妈很宠粉啊，泡泡我认为影响不大啊，都当选手不太可能因为黑粉没心态吧。目前好像只有这个
人是持正面的意见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跟那种恋爱聊天一样，后面就是公关公司在操作，选手根本不可能出现？我不敢否认哦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应该会很明显，因为啦，我相信啦，世界上没有比这些 T1 粉还更了解 T1 的人了，他们一定会觉得他的用词哪里不对劲，就像是你平常跟你朋友聊天，突然换了诈骗集团打字，你也会觉得啊，他平常会讲这种话吗？就你会觉得好像换人了。那这种留言一多呢，大家就会互相讨论，就会变康。那如果真的是请公关公司操作的话，那也挺恶心的嘛。Faker 明年别留 T1 了，营运太恶心了。我觉得不至于恶心啦，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全盘否定 T1 的营运啦。但这件事情呢，还是要表达出粉丝们的不满嘛。那说不定他有机会撤销啊。开泡泡是有病吗？偶像化我能理解，但有必要到这种程度吗？看到大家都在骂，我就放心了。真的不要再给选手增加负担了。有时候为他们花钱真的都不是好事。李湘赫已经说过，广告代言花掉很多时间了，出泡泡又要他们回讯息，不回又要被公审。Faker 直播吐心声，保持距离感，每位粉丝都很珍贵。我觉得这个地方 Faker 有一点做得非常好，他不读大家的私讯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啦，粉丝变多了嘛，他没有办法再照顾到每一个人了，所以他要做到公平，那就是都不回。因为如果他今天只回一个，另外一个就会觉得说啊，我是不是被他疏远了？是不是被他忽略了？所以 Faker 是很心思是很缜密的一个人呢。白话文懒得看黑子，但我情商高，所以都不读了，哪是这样啦？你怎么会听完他讲了还会有这种想法？对选手来说是群发讯息，对粉丝是一对一聊天，所以会怕有黑粉透过泡泡骂选手。之前姑妈直播说有挂着 T1 粉标签骂他的，而且泡泡也要花钱，不上去聊天说在被削，太常聊天又说没有在练习，感觉频率很难抓。对啊，这个就讲得很好。哪天不取消这智障东西，我就每天骂。决战愤怒中 ，T1 5个我看姑妈直播比较多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即使公司不说，也会尽可能的回复粉丝。开泡泡呢，就会变成大量回复。我好像已经不用再继续看下去了。目前我看到这里为止啊，只有一个人支持泡泡啊，感觉就是那个什么啊，100比1的这种比例差距。额外收费不是在压力选手吗 ？T1 如果只是想制造一个跟粉丝互动的感觉，那毕竟也在世界赛期间嘛，所以选手其实不太能回的情况下，他的泡泡最好就是不要收费啦。不要收费的泡泡我就能接受啦，因为你这样就不会有割韭菜的感觉了嘛。各位你们要注意哦 ，T1 的粉丝是消费力很惊人的。今天啊，你因为泡泡这个小钱，不是说1个月170吗？那2个月是340吗？你因为这一点点小钱得罪他们，让他们不再买你世界赛的周边，你就因小失大咯。泡泡的部分就讲到这里啊。感觉已经大谈很久了，我们现在平复一下心情，聊点别的。我们来聊一下世界赛 T1 的衣服啊。不是有人说白色的队服比较容易夺冠吗？这次 T1 的就是白色的我自己觉得其实蛮好看的，我蛮想买这个队服的。你们看我的推特超窄的，等下会不会滑一滑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？算了，停下来，我会怕。给你们看一下 T1 的外套，其实我觉得很微妙。这件外套看起来蛮好看的，可是这个里面这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微妙感，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什么，就是一堆照片啦，然后一格一格的，我觉得有点丑虽然说啊是放在里面的，一般人是看不到嘛，那你也可以看这个照片去回忆每一个过程啊。可是你们看像这样，平常穿这样的时候，你不把拉链拉起来，然后这样子露在外面，远远的看其实很丑啊。而且你外面是白色的，如果是黑色的话，可能没那么明显，但是白色的这样子对比下来，就会显得好怪。感觉纯收藏是啦。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刚刚不是有人提到说 T1 世界赛刚进的时候就发世界赛新衣服、新队服的这个讯息吗？你们看一下这个时间，它是9月15号的凌晨发的，所以说呢，就是 T1 晋级之后过几个小时发出来的。那你们看照片也能知道，这绝对不是比完赛结束后去拍的嘛，这个一定都是事前拍的啊，而且这个不是什么后置背景上去的这个是出外景拍的对啊，早就拍好啦，觉得自己一定会进世界赛吧，结果差一点出事，这个操作很大胆哦，没进就不会发，对啊，没进就不会发啊。哎呀，其实 T1 这一波真的有做得更好的地方啦，第一个就是不要开通泡泡嘛，第二个这个粉丝见面会，我觉得啦，虽然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如果 T1 知道目前队伍的情况比较严峻嘛，版本不适应啊，手感不好啊 ，Faker 手伤，还有打石油杯啊，大家的休息时间已经够少的情况下，你把它推掉，我相信粉丝不会有怨言。虽然说你已经规划了半年，但是你临时取消，我觉得大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弹啦。那还有这个衣服的事情，如果这个衣服愿意
放个1-2天之后再发，我觉得啦，大家就不会这么有反感了，觉得你就是在捞钱。一点点细微的小动作，其实都可以改变目前被延上的这个氛围啊。对，我们还是要以这个战队的角度下去考量嘛。确实，这种定好的东西你很难取消，然后赚钱的事情你也不想要有 delay 到嘛，能赚就赚啊。我只能说角度不同啦。但是如果今天 T1 啊，你把你的这些始终观众粉丝都给赶跑了，都给得罪光了，那你也不要谈什么赚钱了。就是今天啊 ，T1 卖东西是因为我喜欢你才买，而不是 T1 的东西是必需品我才买，这个本质上是有差别的啦。说衣服捞钱的都是黑粉吧，我觉得衣服我没意见。老实说，他先拍好，确定晋级之后马上就发，我也没意见。但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他能够延后1天，那个观感就会好很多。而且讲真的，差这1天吗？